软件侵入系统后，必然创建相应的进程，或者会将自身注入常用进程中。因此，对系统进程进行必要的监控，就可以尽早发现学生活动中心演讲厅里我坐得端端正正，一副听得极为入迷的样子。台上的男生身形高挑，穿着不显年龄的休闲服，没有死气沉沉的学术气息，反而挺轻松活泼。我看不大清他的脸，却被他胸有成竹的样子蛊惑得五迷三道。硬朗的男生沉稳有力，偶尔有互动时笑语轻柔，却不失自信的气度。我一向对这种从容且充满智慧的人没有抵抗力，看得入神。我室友小九睡得迷迷糊糊，迷离间抬头看了我一眼，惊了：“贺晴朗，你还真在认真听啊！”他朝讲台上努努嘴，信息安全，说神秘点是搞黑客的，你能听懂？昂着脖子，小九垂下脑袋打个呵欠，拉倒吧，我怂了。说实话，不能跟听天书一样，这个学术讲座原本与我们历史学院无关，是隔壁计算机学院办的。不过演讲人是江野，是我们历史学院江教授的儿子。因为这层关系，江野虽没有在我们学校读过书，却在我们系大名鼎鼎，声名远播。这位学霸现就读于帝都某顶尖学府，攻读博士，本科时就师从张教仁老师，是他们领域出了名的权威教授。更令人佩服的是，江野是一家互联网安全企业的创始人之一，据说功耗排前5，而那家企业现在已经初具规模，而且势头大涨。但是江野来演讲并不是因为江教授，而是单纯为计算机学院而来。而至于我为什么来这里听天书犯花痴，全是因为小九。小九新看上的男神方一阳在计算机学院，他不知道从哪儿得到的消息，说方一阳会来听这场篮球的讲座，就早早拉着我来蹲点。没想到男神的毛都没见到一根。小九困得眼角挂泪珠子，强撑着精神跟我聊天。那你刚刚听得那么入迷，我以为你能听懂呢。肯定听不懂啊。不过我不是在听他讲什么，我是在听他说话，我分神跟小九耳语聊天。小九疑惑地看着我，有区别？有啊，我是说我在听他说话的声音，我示意你听，声音是不是还不错？小九听了一耳朵，咂摸了下，点头，遗传了江教授的儒雅发。我觉得长得也帅，我冒星星眼。小九朝演讲席打量一番，表示不认同。还好吧，隐约看着吧，充其量算清秀，不是帅那一挂的。切，我觉得很帅。小九来了精神头，贺晴朗，你不会心动了吧？咱俩认识这么久，我可没听你夸过哪个男生帅。这还是头一个，我有点不好意思，是挺喜欢的。那追呀？不好吧，我有点伪，我就是随口说说。既然遇到了心动的，就要抓住机会。你怂什么？而且又不是外人，是咱们耳熟的江野。小九大喇喇地扫一眼我，再说以你这条件，肤白貌美，成绩优异，文文静静，细溜高挑，还曲线美，女追男胜算很大的。不了，人家可是大神。大神不吃饭吗？不喝水吗？不恋爱吗？大神也是人，看我的。演讲结束，大厅里的人陆陆续续走得差不多，江野收拾东西准备离开的时候，小九拉着我直奔演讲席。江博士，江野闻声驻足，回头看了过来。我离得更近，看得也更清楚。他确实是清秀型的，灯下皮肤很白皙，鼻梁上架着一副细框眼镜，周身散发着书卷气。不是说学计算机的人学到最后都秃头吗？怎么江野是个例外？江博士，抱歉打扰到您了。我们是您父亲江教授的学生，有事想麻烦您。江野说话很柔和，比演讲时的声音还要好听。别叫我江博士，叫我江野就行。请问同学，你有什么事？不是我有事，是他有事。小九把我推到江野面前，他的朋友很喜欢您，知道您要来讲座，半个月前就念叨，很激动。可是没想到您还没来，他朋友就生病了，高烧不退，现在还在医院里。所以他想问问您有没有演讲时保留下来的视频或者音频资料。我内心直呼小九操作惊人。真无中生有啊！这样啊，江野看一眼小九，再看一眼我，笑了。有，计算机院办王老师那儿会有资料。小九在我身后杵我的后背，替我着急。我只会磕磕巴巴地说，那什么，我是历史学院的，不是计算机院的，所以没去过计算机学院那边。江野博士，麻烦您能不能直接发我下呀？这么要联系方式也太明显了，我欲盖弥彰。我给您邮箱。小九的手在我腰上没取开，闻声轻拧了我一下，我疼得偷偷呲了下牙，垂着头不敢抬起来。估计我怂爆了吧。江野意味深长地哦了一声，拿出了手机，把你邮箱地址通过微信发我吧，我加你，还有转机，还有这等好事。我忙不迭地从兜里掏出手机，打开二维码递过去。江野瞄一眼，瞬间笑了，这是付款码。大型社会性死亡瞬间，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顶着压力找到名片二维码，重新递过去。我连声道歉，抱歉。江野安抚我似的，没事。他添加成功后问我叫什么名字，我备注一下。贺晴朗。江野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，好的，我记住了。
我回去整理后就发你，记得把你的邮箱地址给我。他说完，在计算机学院工作人员的陪同下走了。我正愣在原地，红着脸出神，活都没了。小九拍我，哎，这不就要到联系方式了吗？快扒一下朋友圈，万一人家有对象就白要了。哦，我点击江野的头像，准备打开他的朋友圈，好死不死，双击了。界面显示，我拍了拍江野说：“论文写完没？”我欲哭无泪地看向小九。小九瞪圆了眼睛，片刻后服了：“贺晴朗，你这手可真抖。”怀着复杂的心情回寝室，我正琢磨着到底要不要给江野发邮箱时，江野发来了个表示疑问的表情包。紧接着，他也拍了拍我。界面显示，江野拍了拍我，并说：“爸爸好。”直呼一声完了，我把手机扣在桌上。就这操作，我尬的脚趾头当即能扣一套水晶宫殿。江野回复：“邮箱给我。”我硬着头皮，谨慎又谨慎地确认过内容，把邮箱地址发了过去。他秒回：“收到。”我正想找什么话题时，他又发一句：“挺会占便宜哈。”我无比窘迫，那个是之前整蛊朋友时弄的。哪个朋友？躺医院里的那个吗？不是。我想了想，画蛇添足的补充：“他病还没好呢。”江野，他半个月前就知道我来学校啊。对呀。他盼了很久。江野，可是这次的交流是5天前才敲定的，不拆穿能死吗？社死现场加10086。和江野短暂的尬聊过几句后，好在他没再提这茬。愉快地聊了一段时间，和他也变得熟络起来。1周后，他很守信用地给我发了资料，文件整理详尽，是一个学霸的风格做派。我把资料下载下来，打开，里面是他在我们学校演讲时的视频资料，没有剪辑，但是加了字幕，听起来更方便。我戴着耳机趴在桌上看，内心10万个欢喜。江野侃侃而谈的样子真的很迷人，内敛，但是掩藏不住他的气场，散发着令人痴迷的魅力。我看完了，给他回邮件，资料已收到，万分感谢，祝江野博士学业顺利。小九从食堂打饭回来，看到我电脑停留在邮箱界面，啧一声：“私聊啊，这么官方的发邮件，怎么聊汉？”他没准在忙，不好打扰。他最近在休假，不忙。小九胸有成竹，听说还在相亲。你怎么知道？小九把自己打的炒年糕放在我桌上，递给我一双筷子。方一阳说的。你跟方一阳勾搭上了？什么叫勾搭？会不会措辞？我们这叫暧昧。小九嘚瑟。昨天我和方一阳出去吃饭，顺便帮你八卦了下江野的消息。据说计算机院办王老师跟江教授夫妻是好友，所以江野才会舍弃休假时间去他们学院演讲。而且江教授托王老师给他找对象呢。你消息够全乎的呀。那是做僚机就要有僚机的觉悟。怎么样，你俩要是有眉目了，请我吃饭吧。我蔫蔫地趴回桌上，还远着呢，8字都没有一撇。我说如果吗？真要是在一起了，请我哈，就校门口的那家网红餐厅，我带方一阳一起。怎么还带家属呢？方一阳也是江野的迷弟，我眯眼小九，方一阳该不会是我情敌吧？小九大笑，想什么呢？吃饭的事情估计还远呢，指不定这个邮件之后，我跟江野就再也没交集了。我翻了翻他的好友圈，这人还真学术，朋友圈几乎不更新动态，仅有的几条也是关于专业的。正在我研究他的朋友圈背景图的时候，提示有消息进来。我打开，可太意外了，来自江野，收到资料不谢谢我。我嘀咕，不是发邮件感谢了吗？嘀咕归嘀咕，我满心欢喜的回复谢谢。就口头啊，我给你的可是你好友生病都惦记的资料，你朋友不请吃饭吗？江野这人也挺皮的，明明知道朋友是编出来的，还拿来埋汰我。我小心翼翼地询问，朋友的病还没痊愈，要不我请你？江野，好呀，他还真不客气，那去你们校门口那家网红餐厅。我爸说非常好吃，我恨不得一蹦3尺高，唇角都咧到耳根子那儿去了。好啊好啊，什么时候？我现在在你们学院，要不晚饭？如果不方便，再约时间也行。方便，就今晚。我看一眼时间，快到饭点。我放下手中的筷子，麻溜地换衣服。小九一脸懵，干嘛去？去外面吃饭？年糕不够你吃啊？去哪儿吃？你心仪的网红餐厅。小九咬着筷子发问。卧槽，和谁？我笑得春风满面。江博士。卧槽2字在小九嘴巴里拐了个调，掷地有声。他跟着我眉开眼笑，这么说，我马上就有口福了。快去，给本宫试试毒。没问题，我精心捯饬了一番，根据约定的时间去学院大楼门口见江野。为了留个好印象，我特意提早了10分钟。楼下大厅里有仪容镜，我担心的又检查了一遍妆容后，听到了脚步声。我算着时间不想迟到，但是没想到提前来这儿会遇到江教授。江教授和江野同时下楼，看到我后打招呼：晴朗，周末怎么来学院了？看样子江野并没有给江教授说他和我吃饭的事儿。
我来找人。江教授爱跟学生开玩笑，笑言打扮得这么漂亮，来找男朋友啊？不是，我有点害羞。他呵呵一笑，给江野介绍，这是贺晴朗，我学生。你别看是个瘦瘦弱弱的小姑娘，本事大着呢。我前2天和你讨论的那篇论文，唐代妇女社会地位那篇，就是小姑娘的作业。江野冲我一笑，记得写得很棒，对名字也熟。比起别人夸奖儿子，江教授更喜欢别人夸自己的学生，是吧？我历史学院的哪个差了？他夹着一堆资料出门，不忘叮嘱江野，跟你朋友吃完饭早点回来，省得来晚了你妈啰嗦我。行，记着了。江教授走远了，我不好意思地问道，你知道我呀？怎么之前没听你提起呢？我爸喜欢在家讲学校里的事情，这次回来听他说过几次你的名字。我挠挠鼻尖，不好意思。江野说话还真随江教授，温和暖融，也算半个熟人，是吧？还能这么套近乎。我是那种给根杆就往上爬的人，必须算熟人。所以江野顿了一下，似乎也有点羞涩。所以一起出来吃顿饭，你别介意。不介意，我巴不得顿顿一起吃饭呢。我走在他身侧，闷了会儿，问：你明知道要资料的事情是假的，怎么还给我资料啊？要资料的事儿是假的，所以我想知道什么是真的。学院大楼前人来人往，大多是些熟面孔。我分神回应同学的招呼时，江野站定，看我，贺晴朗同学，你要我联系方式干嘛？我总不会真是来讨论信息安全的吧？也不是不行，我大着胆子说，你讲你专业知识的时候挺帅的，也不知道他是耳朵不行没听清，还是想确认一遍。什么？我说你帅，想认识你。江野愣了会儿，扑哧乐了，这要巧？什么巧？你那天追着问我要联系方式的时候，我觉得你挺可爱，也想认识你。我内心翻腾，开心的要没影了。我恨不得当即给小九发消息，我他妈好像真有戏，这概率得去买个彩票吧。江野说完朝前走，我跟在身后，跟了半路觉得怀疑，这人这么会聊，不会是个渣男吧？网红餐厅果然是榜单上的精选餐厅，不光好吃还好看。再陌生的人吃一顿饭也会变得熟络起来，更何况我和江野聊得还挺开心。饭桌上，我实话实说，其实我听了好几遍你给的视频，也没有听懂。你们专业知识太难懂了，就你们公司的工作原理还挺懂，明白了点逻辑。说白了就是当安全员。我点点头，你们工作挺难懂的，术业有专攻而已。我摇头，不一样，你们的，我想想措辞，更神秘。江野似乎不认同，论神秘，没有哪一门学科比得过历史吧？他笑笑，你那个选题就挺有意思的，话题到我身上，我不自觉地作证，跟学生要听老师训话似的。真的吗？我记得你有提到科举制度下的女性状态，还列举了不少唐代才女。你这都记得，这人记忆力这么好，真好，传说中的过目不忘吧？男神光辉骤增一圈，真是更喜欢他了。江野笑言，我以前也刚好读过相关资料，印象比较深。比如新闻坊所传《唐才子传》里面就提及了才女。江野说话时语速不快，也正是因为这样，才显得从容温雅。店里灯光半明不明，很暧昧。头顶悬挂的那盏灯刚好在江野脸上投下漂亮的阴影，勾勒得他的五官更显精致。他的唇偏薄，许是喝了热饮的缘故，红得诱人。我看得痴迷，有片刻入神。江野原本还在讲《唐才子传》，见我这样，忽然停下来，抬手在我面前打个响指，贺晴朗。我躲闪着收回目光，又骚又怂，听入神了。江野开玩笑的时候更具亲和力，薄薄的唇抿出弧度。你上课也这样吗？小心被我爸逮着了骂你。江教授脾气好，不骂人。我说完觉得挺羞涩的，抬手摸摸自己红透了的脸。再说我上课时才不会走神，那我说话的时候你就走神呗。江野自嘲，看来我确实不如我爸。我约人小姑娘吃饭，把人家讲一正了，我被逗笑。她是真可爱，明明是个学究人设，却明媚的让人欢喜。她像个惊喜，熠熠闪光。怦然心动之后，她还有更多值得我迷恋的东西。走吧，回家。她招呼我，自告奋勇，我去结账，等我。她冲我眨眨眼，人还是笑着的，我付过了。喂，这不好吧？我过意不去。第一次出来吃饭，还真让你付钱呀？江野带我往外走，留着这个人情，下次请我。好，谁还不懂下次的意思呢？有下次，那就是有下次喽。我心里乐开了花，没想到我贺晴朗也有铁树开花的一天。江野看我，你笑什么呢？和他熟起来后，我大胆不少，开玩笑地说，我在笑，你是不是之前谈过很多女朋友？江野一脸好笑的表情，为什么这么认为？你也太会跟女孩子相处了，这个顾虑倒是真的，毕竟她太会了。想知道啊？那下顿饭咱们不聊病毒入侵，聊聊前任，还真挺多啊。要聊一顿饭，江野否道，恐怕一顿饭不够，论前女友数量得10顿。啊！我抬头看到江野憋着两眼笑，眼睫毛弯弯，整个人乖乖巧巧的。
在我的目光里，他变得羞赧起来，最后看向我，认认真真地说：“以前有过一个，分手后再也没有谈过了。”他期待似的眨巴眼：“你介意吗？我又不是你女朋友，干嘛问我介意不介意？”他意味深长哦一声。他那么聪明，早看穿我的小心思了。那我以后再问，为什么？以后没准，对吧？他眨眨眼，故意欲言又止。什么以后不以后？走了，拜拜。我道声别，背着书包转身进宿舍大楼，大有落荒而逃的意味。一口气爬到4楼宿舍，冲到阳台上，打开窗户。江也没走多远，背影单薄高挑。我呼一口气，捏着窗帘，跟个傻子一样笑了。小九走过来，跟着我的目光朝外看一眼，再收回来看向我。真行，我羞答答的，却在闺蜜面前掩藏不住自己的小幸福，也就一般吧。瞧把你乐的！小九捏一把我的脸。他走回桌前，打算接着写作业时，突然转过头来，贺晴朗，我发现了一个秘密。我哼着小曲换鞋换衣服，应他一声：啥？你喜欢的都是学霸？小九掰着指头数，你看，据你的说法，你高一早恋的那个是你们班长兼学委，是学霸吧？你复读时暗恋的那个是你们年级第一，你回回说起他来，要么是他数学考了满分多牛逼，要么是他理综又突破了往年最高分。还是学霸吧？他沉思一下，江也是学霸，好像是这么一回事。我衣服换一半，穿着小吊带坐床上，认同的点头，有点道理。确实，我不是颜控，其实也不是什么声控，我只特别喜欢聪明的、高智商的男孩子。慕强，我很疑惑，严格来说呢，喜欢学习好的、优秀的人是一种仰慕强者的表现。这种心态呢，其实很常见，就像我喜欢帅的一样。人的本性嘛，不奇怪。小九神秘兮兮的冲我不怀好意的笑。不过如果严重的话，他的高智商会激发你那方面的欲望哦。哪方面？我愣了一下。小九眨眼看一眼我的身体，就那方面哦。我反应过来，好气又好笑。你能不能正经一点？我是认真的。小九盘腿坐在椅子上，讲得一本正经。别人爱的啪啪前讲究的是氛围、情调、抚摸、挑逗什么的，而你们只需聊一聊 M 理论，就可以做到天人合一了。M 理论是什么？他特坏，想知道啊？可以将来在床子间问问你的江野博士啊，他那么博学，肯定知道。我翻个白眼，滚！和江野的第2顿饭来得很快，江野没在微信里约我，而是直接来了学校。周五下午最后一节课是江教授的，教室就在历史学院大楼里。我下课后在门口一眼看到了江野，面对乌泱泱的人群，他有点放不开自己，揉揉鼻尖，喊我的名字。贺晴朗，我在小九的坏笑中走向江野，对他的到来表示惊讶。你怎么来了？你晚饭怎么吃？去食堂啊？去我家吧？怎么样？啊！我被问懵了。江野支支吾吾了好一阵子，看周围人走得差不多了，才开口：晚上计算机学院的王老师要去我家。我乐了。你们要在家里办一个信息安全学术讲座吗？你是在邀请我？江野瞥我一眼，思维够清奇。计算机院的王老师去你家，你干嘛邀请我？江野更支吾，磕磕巴巴好一阵子，嘟囔他要给我介绍对象，就当还人情，行吗？我明白江野的意思，昂头打量他，当你假女友啊？江野没说话，瘪着嘴沉默着。我不去，上了一天的课，我头发都有点油了。我摸摸不怎么顺滑的刘海，拒绝。我形象不好。江野有点急，你挺好的，可爱漂亮，没有不好，我可太开心了。以前小九这么夸我，我都不当真，头次听到江野这么说，心里泛着嘚瑟的小浪花。我真的可爱，还漂亮，怎么这么中听？乐归乐，我还是拒绝，那也不去。为什么？做你假女友骗江教授？我下周一还上不上他的课了？既然做假女友不好，那就做真女友。我身后蓦地传来熟悉的声音，气沉丹田的男声，一听就是江教授。我惊愕转头，果然是熟悉的脸。江野好像比我还惊愕。爸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怎么跟猫似的，走路没声？江教授乐乐呵呵看我俩，就吃个饭的事，在这儿掰扯半天还没说清呢。江野挠头，你都听到了？听到了。江教授看我，晴朗啊，老师正式邀请你去我家吃饭吧。我实在不知道怎么拒绝老师的好意，我只得点头。好的，那我这就去买菜。你俩聊。江教授走时不忘揶揄江野一句，还得你老爸帮你。等他走远了，我笑出声。江野轻轻摸了下我的头，别笑，不许摸。我嘟囔着，我得去洗头。现在？那我去你宿舍楼下等你。我太不害臊了，舔着脸问男朋友李玉。江野走在我身侧，闻声转头看着我，弯着唇角笑了。这假男友入戏还挺快。没走几步，他摸摸索索牵我的手，是真男朋友，不是假的。他找到我的手，攥在他的手心里，补充往后谈恋爱的那种。我一时怔愣，全然没有反应过来，脑中像有烟花轰然炸响，似在炉底里哔哔啵啵开出了花，耳边轻微嗡鸣，
真的片刻失聪。转瞬间，我又听到风声吹动路旁的垂柳，也听到江野小心翼翼的声音：“异地恋，你介意吗？”他没有演讲时的气度和自信，低声询问：“再不到1年我就可以回来了，就1年异地，行吗？”我没回答他，沉默着走了半路，却始终没舍得放开他的手。行，都行。江教授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学术，全家在一起吃饭时，原来跟大多数家庭一样，聊一些日常，而并非都是学术探讨。还以为这样的家庭聊天得多严谨学术呢。餐桌前，老师们在聊天，我和江也在沙发上看电视。说是看电视，但是谁也没看进去，安静如鸡。他许是怕我无聊，递了个苹果过来，趁机和我聊天，对这次聚会性学术讲座很失望。我白他一眼，他十分热情：“明天约你去玩。”“不去，明天有课。”“明天周六。”我不敢大声说话，压着声音：“周末要写论文，哪也不去。周日王老师邀我再去计算机学院。”我给了个询问的眼神。江野低语：“交流分享。”“我想去。”“不写论文了。”我厚着脸皮笑笑：“周一写。去参加你的分享比较重要。”江野太会趁热打铁了，我这次的分享只有女朋友能参加。哦，全技院都是你女朋友啊？他夸张地看我一会儿，没了脾气。就你会说我手里握着苹果，果皮都有了温度。我沉默了一会儿，微微靠近他一点，说：“行。”我强调：“你说的都行。”江野觉得我话里有话，扭头看我。我把苹果塞回他手上，趁势把自己的手也放进他手里。别说1年异地，就是再久点也没事。反正什么？反正你不来找我，我毕业了也会去找你。江野唇瓣微起，好似想说什么，又被他咽了下去，言语化作笑意，绽开在他唇角眼梢。他握紧我的手，点头，一言为定。女朋友，我偷偷与他十指相扣，一言为定。番外，新婚当天。最后一个问题，你是什么时候喜欢上我们新娘子的？小九站在门内，问门外的江野。屋内屋外一阵起哄声后，江野轻咳了一下，大家安静下来，洗耳恭听。江野就在我卧房门外，这一刻他是我的新郎，他手捧鲜花，在等着我开门。大学生活动中心，秦朗拿着付款码加我的时候，我就喜欢了。我原本还在等什么浪漫的回答呢，他语出惊人，我骚得红了脸，厚厚的粉底都遮不住脸颊上的红晕。门外不知哪个嘴快，玩笑道：“所以当时他给你转了多少钱？”江野温言温语：“没多少，不过什么？”伴郎伴娘齐发问，闹哄哄的。江野的声音在人群中格外悦耳。不过不论多少，都够买我这一辈子了。起哄声再度起来，闹成了一团。小九和伴娘团的姐妹直呼太会聊了，嚷嚷着：“开门开门！”江野进门，看到他的瞬间，我突然想哭，不是失望，也不是难过，是惊喜。我日日夜夜想江野穿上礼服娶我的样子，但是想象力都不够。原来他可以这么好看。晴朗，他笑着推推鼻梁上的眼睛，眼里蓦地就晕染了泪意。一群人叫嚣着，又是让找鞋，又是让发红包。江野好似没听到，轻轻靠过来，蹲在我身前，俯身抱我。他一直是个不会慌乱的人，但这一刻变得紧张。他贴着我耳廓低声说：“你好可爱。”我从他手里接过花，含羞道：“哪有夸可爱的？不都是夸漂亮吗？漂亮又可爱。”行了，别腻歪了，再腻歪我们得糖尿病了。一行人撺掇着江野找鞋，屋里一团喜气。出门时，小九突然拦了下来：“江博士，我们晴朗还有问题问你。”江野已抱起了我，闻言好奇看向我，我给了个迷茫的眼神。小九说：“晴朗想知道 M 理论的11维。”我看到江野快要憋不住笑，小九推着我们朝外走。洞房夜你讲给他听。江野下楼时笑意很浓：“你真想知道啊？那我晚上讲给你听。”“不是，我想听的不是这个。”江野问我：“那你想听什么？”我想听的多了去了。我抱紧我的新郎官，我想听你说你爱我。我爱你。